说起李师师，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作为宋朝最出名的青楼女子，引得无数的达官贵人为她折腰，想和她共度春宵的人，起码可以绕开封城一圈。不过有一个疑问，李师师为什么从来没有传出过怀孕的消息呢？这些青楼女子又是如何避孕的呢？一、推拿术。第一种比较出名的避孕方法便是推拿术。推拿术并不是起源于青楼，而是起源于皇宫。它作为一种比较温和的避孕方法，最开始是因为皇上的妃嫔比较多，皇上如果宠幸了某一个妃嫔后，如果不愿留下龙种，便会有太监对这些被宠幸过的妃嫔用推拿术将这些妃嫔体内的龙精给推出来。因为这些妃嫔都是比较有身份的人，所以推拿术这种避孕方式也比较温和，对于女性身体的伤害也比较小。不过同样，因为推拿术主要是皇宫里的妃子使用，所以外面会用的人也比较少，并不是普通的青楼能掌握的避孕方式，甚至在那些出名的青楼里，也不是每一个青楼女子都能享受到的，只有地位够高、够重要的青楼女子才会使用这种方法。二、藏红花清洗。第二种避孕方式则是藏红花清洗，它同样是从宫里流传出来的一种避孕方式，但不同于推拿术，藏红花清洗是一种比较残忍的避孕方式，对于女性的伤害也比较大。它的避孕方式是将女性倒吊起来，然后将藏红花泡进水里，用这些水清洗女子的下体，动作比较粗暴，对女性的伤害也比较大，也是一种极为侮辱人的方式。在宫里多用于被皇上宠幸过的宫女或者一些犯了错的妃嫔。流传出来后，不仅在青楼被运用，民间很多家庭也有运用的迹象。毕竟藏红花是一种很容易找寻到的药材，避孕成本低廉。但同样，青楼虽然使用，不过频率不高，多是用于惩罚一些青楼女子，而不是当作常用的避孕手段。三、安全期避孕。第三种避孕方式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种避孕方式，即安全期避孕。有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古代因为科学不发达，避孕方式都是粗暴的，但实际上，古代人对于女性的生理结构也有一定的了解，在长久的实践中也摸索出了一些怀孕规律，知道了什么时候怀孕几率大，什么时候小。当然，古代对于减少怀孕几率的这段时间并不叫安全期，甚至没有特殊的叫法，只是单纯的在实践中知道了这么一个大概时间。像我们现代人便知道，其实安全期也并不是绝对安全的，有不少都是在安全期怀上的，因此古代的不少女子也有在安全期怀上的。最重要的是，古时的青楼女子在什么时候接客，并不是由自己决定的，往往是青楼老鸨让接客便接客，没有半点推脱的余地。可以说，这种避孕方法对于青楼女子没有半点作用。四、麝香和良药。第四种避孕方式即用药物避孕，主要用的是麝香和良药。这两种药其实是一种药材，只不过因为使用方式不同，所以导致名称不一样。先是麝香，据传只要把麝香放在女性的肚脐眼里，就可以使女性不能怀孕，而且这种不能怀孕还不是暂时的，而是永久的。据说赵飞燕和她的妹妹赵合德就使用过这种方式来避免自己怀孕。这种方式虽然看上去比较温和，但单单是绝孕二字，无疑便是最大的残忍。后来，这种将麝香贴在女子肚脐就可以避孕的方式失传了，人们根据麝香的作用制作了良药。良药不同于麝香，喝一两次并不会绝孕，只会避孕，而且手段也比较温和，是当时比较出名的避孕方式，使用范围也广。但良药一样有危害，长久服用良药后，对女性的生殖器官一样会造成伤害，破坏女性的生殖器官，使得女性绝孕。麝香和良药两种避孕方式虽然很不人道，但却是古代青楼中用的最多的避孕方式。因为在青楼的老鸨看来，这些青楼女子都是她的摇钱树，一旦怀孕，不仅长时间不能接客，还会降低她们的价值，所以青楼的老板往往会使用这两种方式，让这些女子彻底绝孕，好一直为她赚钱。五、喝毒药避孕。第五种避孕方式也是喝药，但不同于麝香、良药的避孕方式是利用药物的药性，这一种避孕方式是利用药物的毒性来达到避孕的目的。也许是因为成本问题，在普通的青楼里用毒药避孕往往比要用麝香避孕要多。这些毒药主要是指水银和砒霜，不过跟良药和麝香不一样，它不仅能在女子怀孕前使用，而且还能在女性怀孕后使用。将这些毒药放进汤里或者药里，
让孕妇喝下去，当然剂量比较少。孕妇喝了这些小剂量的毒药后，并不会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什么危害，但腹中的胎儿基本上都保不住。因为不能严格把控剂量，其实出现过不少将孕妇和胎儿一起毒杀的事情，或者没有毒死胎儿的事情。因为是使用毒药来避孕，所以很多青楼的妈妈并不会告诉青楼女子实话，而是会悄悄放在女子的糕点或者饭食里，让她们不知不觉中吃下，时间一长，大量的毒性在身体里沉淀，自然会破坏女性的生殖器官，让她们再也不能怀孕。6. 柿子地避孕。第6种避孕方式是靠吃柿子地来避孕。古时的人们相信，按照特殊的方法使用柿子地是可以避孕的。他们会将柿子地烤干，然后分组，一组7个，一天吃一组，连续吃7天，这样就可以保持1年的时间不会怀孕。1年的时间到后再来一次，又可以保持1年。但要注意的是，这1年的时间里都不能吃有关柿子的食物，不然就会失效。如果女性中途想怀孕了，只需要再吃7个烤干的柿子地来抵消前面吃的柿子地就可以了。至于有没有效果，没人知道，因为按照现在的检测来看，柿子地中并没有使人可以避孕的物质，就算是烤干后也没有，所以理论上应该是没用的。但这种方式在古代却又极为流行，被不少普通百姓喜爱。毕竟这种避孕方式不仅温和，成本也很低廉。也正是因为这2个原因，柿子地避孕也很受青楼女子的喜爱。7. 安全套。第7种避孕方式就是使用安全套。这种方式可以说是最接近现代的一种避孕方式了，也是古代最科学的一种避孕方式。不过跟现代使用橡胶制作的避孕套不同，古代因为技术不发达，他们的避孕套多是使用动物的内脏制作而成的，比如羊肠、鱼鳔等。因为是内脏制作而成，所以这些避孕套拥有很大的气味，特别难闻，而且还不干净。对于女性来说也是一种伤害，因为很有可能会让她们患上性病。而且不少客人也不喜欢这种气味，所以在青楼这种方式使用的比较少。毕竟那些青楼妈妈们还是很在乎自己的摇钱树和客户的，加上制作避孕套的方法也没有流传开来，不少普通的青楼根本没有实力制作避孕套，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避孕套不流行的一大主要原因。8. 暴力避孕。第8种避孕方式为暴力避孕。这一种方法其实是一种比较残忍的方法，没有固定的办法，主要是摧毁女性的生殖器官，其残忍程度堪比酷刑。古代虽然科学不发达，但对于女性的生殖器官也有一定的认识，只不过没有取名字罢了。知道破坏掉女性的生殖器官后，女性便不能怀孕，所以他们会采用杖刑，猛击女子的腹部，将女性的生殖器官破坏掉，或者将坚硬的物体塞进女性的下体，猛烈的抽插，以此达到破坏女性生殖器官的目的。这种避孕方式不但是永久的避孕，而且也是一种特别不人道的方式，对于女性的身体伤害十分之大。不管是在青楼还是别处使用的次数都很少。正是因为有着多种多样的避孕方式，所以古代不少有名的青楼女子并没有传出过怀孕的消息。